长期的话不让喝这个水。妈妈再也不用。的话，是我白天不会淋太湿，我在壁虎里面待着。但是到晚上，它如果一冷的话，我的整个衣物是湿的，它不保暖了就。欢迎收看《嘎嘎荒野》。你这样靠在这里，你看看，睡得不是很好，这眼也熏得慌，熏得我眼睛都疼。杨东休息了一会儿，拎着个竹筒，摇摇晃晃地往山里走去。看他一身脏兮兮的样子，这个水要喝那个烧开的水，短期的话喝水没问题。杨东找来半截竹筒，将其锯成合适的长度，再把河道上游的石头清理开来。竹筒作为引水槽，竹节作为过滤网，一个简易的野外取水装置就这么完成了。杨东真是。没问题。这边开个槽，然后下面是一个瓶子出来，然后把它卡在上面。
没有被那个烟熏得很厉害。欢迎收看《嘎嘎荒野》，本期节目由归园家庭农场独家赞助播出。眼前的这2位选手要在这座大山里进行荒野求生挑战，坚持时间更长。死的朽木里发现了一窝白蚁，他用小竹枝做成筷子，一只一只的夹起来往嘴里送。温馨提示：小伙伴们千万不要模仿。没问题。别看白蚁个头小，它的蛋白质含量却是相当的丰富，是牛肉的4倍。在有些地方，白蚁配上葱菌炒成一锅，是一道非常著名的美食。杨东龇牙咧嘴的吃着，一般人哪下得去这嘴？真是老奶奶上楼梯，不服不行啊！另一边，灰熊还在吭哧吭哧的搞竹子，用竹片就竹子1分为4嘛，下面削尖钉在土里面，然后做一面我的墙出来。还没竹子，又得去搞竹子。灰熊累得大汗淋漓，面对随时可能下雨的天气，他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怠慢。如果他还不能及时的把庇护所加固好，长时间的缺乏睡眠、饥饿和寒冷，就算是钢铁意志的铁人，也会有精神衰弱的时候。灰熊一咬牙，叮咣就是一顿干，一面简易的竹墙拔地而起。现在已经可以挡一定的风了，但是如果后期想更加保暖的话，我会在面糊一层泥巴上去，所以证明。